中国新一代舰载机歼35能否超越美国的 F-35？歼35又在 FC-31的基础上做出哪些改变？其最大特点又是什么？不久前，中国新一代舰载机歼35首飞的消息引起大量关注。一方面，关于这架战斗机多年的疑惑彻底揭开，包括这是在 FC-31基础上开发的一款隐身舰载机，并且直接对标美国的 F-35C 舰载机，作为同属下一代的舰载机。外界对于歼35与 F-35C 的对比也没有停下来过。鉴于歼35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有限，有时仅能凭借一些关键线索来进行猜测。那么歼35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战斗机？它真的能与 F-35C 相提并论吗？近日，美国动力网站军事板块撰文称，中国的歼35舰载机的最大特点就是座舱罩和驾驶舱。因为先前陆基版 FC-31的座舱罩呈半球形，后方有相当的能见度，而如今的舰载版 FC-31座舱罩和驾驶舱经彻底修改后，已没有后方的能见度。反之，它的上机身几乎与上座舱罩后方齐平，并且美媒发出感叹说，中国的舰载版 FC-31酷似 F-35的配置，更胜于 F-35A 和 F-35C， 而且几乎和 F-35B 的配置一样。而从美媒发出的感叹来看，中国的这架 FC-31战机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可以与美国的 F-35相媲美，甚至是超越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两款战机。中国的 FC-31舰载版战斗机歼35在此前已经完成首飞，而它也将作为中国003航母的新一代舰载机，从而成为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FC-31战机是完成了艰难的逆袭之路，才能蜕变成为中国的新一代舰载机。我们来回顾一下 FC-31战机的逆袭之路。据悉，中国 FC-31战机之前出过2个版本，一架是 1.0 版本，另一架则是 2.0 版本。FC-31胡鹰 1.0 版双引擎隐身战斗机是在2012年10月首次亮相，当时这种飞机的原型机进行了首飞，没有获得海军的青睐。后来沈飞就对 FC-31战机进行了改进，从而建造了2号原型机。2号原型机在2016年首飞之后却依旧没有获得中国海军的青睐，因为此前的2版 FC-31战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FC-31战机装备的是俄罗斯的 RD-93 发动机，对陆基版来说，这个发动机基本够用了，但对于舰载机来说，动力就偏弱了。因此 FC-31要想上舰，起落架必须要加强，因为在航母甲板上起飞降落载荷是非常大的，着舰冲击力很大，所以战机的起落架必须设计的足够粗壮，这样才能够抵御足够大的冲击力。但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起落架加强，相应的机体和机翼结构也要加强，所以着舰尾钩也是必须的。但是随着这一系列结构强度的增加，必然带来飞机重量的提升。反观美国的 F-35C， 尽管是单发，现阶段加力推力已经可以达到18吨，因此中国下一代中型舰载机所采用的是双发布局，所以这就要求单发加力推力至少要达到9吨，2台开加力才能刚刚和 F-35C 的1台看齐，而 RD-93 发动机显然是达不到这一要求的，所以必须上新中推。如果新中推的问题突破了，使得单台加力推力超过10吨，那么中型机在设计上就可以放开手脚往大里设计了，就可以不用太过于考虑机身的重量问题，从而可以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其次， FC-31战斗机是一款陆基飞机，它的翼面积、翼展、翼载荷都是陆基飞机的标准，那么上舰以后就必须满足舰载机的特殊需求。而此前 FC-31战机2个版本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随着歼35的成功问世，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与突破，也达到了航母舰载机的要求，以此来发挥其最大的战斗力。而随着中国歼35战斗机的问世，成为003航母新一代舰载机，而现在歼35只需等待003航母的研制完成，从而实现歼35战斗机的首次上舰，也使得中国有了与美国 F-35战斗机一较高下的底气。这也是中国空军史上的又一大突破。那么，中国的 FC-31战机和美国的 F-35战机对比如何？ F-35作为美国研发的第2种第5代战机，具备较强的隐形能力、先进的雷达和传感技术、有效的电子战系统和独特组合，以及一定的超音速巡航能力，是仅次于 F-22的隐身战机。同时 F-35战机也是以美国为主、多国参与的国际性项目，
其中既有分摊成本的考虑，也是美国加强盟友关系的一种方式。因此 F-35战机部署的时机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战略性含义，而美国的 F-35战机也不是完全的无懈可击。有趣的是，美国 F-35的分散式孔径系统虽有助于掌握周遭威胁，但飞行员驾驶的存在主要不足的是没有办法实际转头看现场，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而 FC-31与 F-35相比，据分析人士分析，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没受短场和垂直起降的要求的阻碍。从整体上看，中国目前的制造能力也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在 FC-31战机的设计上比美国更加有效率，而且价格更有优势，并且性能也要更高。分析人士还认为，中国的 FC-31舰载版的座舱罩之所以要更动，最大要因就在于燃油。因为对战术战机来说，把载油量最大化已经成为主流战机设计的驱动要素，而且在类似这种双进气式战机上，也可以提升后方能见度，以此来换取机身中央区驾驶舱后面拥有更多适当的燃料储存区。所以这样的设计，尤其是对于在海上作业的舰载机来说，是必要优先的考量因素。而中国 FC-31战机的设计师正是看到了这点。因为中国 FC-31是双引擎战机，不仅耗油量大，又需要在相当苗条的机身内置武器舱，所以需要寻求额外储油空间，因此才会进行对 FC-31战机的座舱罩进行改动，加大驾驶舱后的储油区，并去掉半球形座舱罩，扩大油箱储存区，以此来在 FC-31战机上设计外挂可抛式油箱，这样就能够留出更多内部的空间来储油，以便于可以最大限度的储存燃油，满足 FC-31战机的需要。因此在这一方面，中国的 FC-31战机就比美国的 F-35战机要先进得多，也是取得更大的突破。其次，在隐形功能上肯定也是不会落后于美国的 F-35战机，因为中国此前在歼20的隐形设计上也是表现出了超高的工艺技术水平，这也使得中国隐身战斗机的研发技术和发展速度都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完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中国的 FC-31在隐形功能上甚至比美国的 F-35更加的优秀。所以对于中国新一代舰载机 FC-31战机是完全可以和美国相媲美的，甚至在有的方面还超过了美国，而且完全是体现了中国的自主研发技术，有中国的自主产权，有中国的特色。而随着中国003航母的即将问世，到时候我们就也可以看到中国新一代舰载机 FC-31战机的风采，也将大大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这也会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和海上霸权地位产生巨大的冲击。有专家指出，不管美国有何行动，中国都能做好及时的应对，也有能力去应对一切。因为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主题，所以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寻求和平与发展，并且共同去维护世界格局的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安全。